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刘学义兰香如故，这置景据说是新建的。感叹号！剧组为兰香如故新建了一整座园林宅院的实景，这2天在饭圈和路人群体里都掀起了一小阵运景风暴。弯梁曲廊、雕窗花影、石桥回廊，一张张路透图像是从明代画卷里走出来的，难怪大家一边惊呼鹅厂终于舍得砸钱了，一边又难掩那句小心翼翼的担忧：这么费心打造的景，会不会最后只沦为好看但空心的背景板？再叠加上原著作者在开拍初期就公开表达不满，甚至手撕改编的风波，这部由谭松韵、刘学义主演的《兰香如故》还没正式定档，就已经站在聚光灯中央。不如我们就顺着这座新建的园林，一起慢慢聊聊这部剧、这次改编，以及那些藏在争议之下更细腻也更柔软的期待。现在的古装剧大多依托成熟摄影基地，无论是横店的宫门牌楼，还是象山的青砖小巷，观众闭着眼都能认出某一处墙角。也正因如此，当有剧组选择重新搭建一整套园林宅院实景时，才会让人觉得有点不一样。从路透语片方式出的资料来看，兰香如故的主场景并不是简单的在基地里装修一下，而是按照一个完整世家的起居动线去设计前朝后院、主院与偏院、长辈住处与小辈闺房，都有相对明确的功能区分。不是为了某一场好看的镜头去堆景，而是为整部剧的人物关系与权力结构搭了一个外壳。剧中人物在院落里的走动、回头、停住，天然就带着位分的差异感。谁走中轴线，谁只能贴着廊柱走，谁进的是正门，谁被安排从角门绕路进去，不用多说话，院子本身就已经在讲戏了。这样的新建园林对观众来说当然是福利。当谭松韵穿着素色粗布，低眉顺眼地穿梭在雕花廊下时，那种从云端落入尘埃的落差是肉眼可见的。当刘学义在青瓦深巷里回身，灯火一重重映在窗棂上，那点隐忍与深藏也会因为真实环境而变得更有质感。换句话说，这一次剧组事先认真给故事搭了一座家，然后才把角色请进来住。花了这么多心思，观众当然会忍不住问一句：那剧本配得上这座园林吗？很多人知道《兰香如故》改编自何燕山的古典言情小说《兰香园》，由腾讯视频与星联影视出品，童华担任总编剧。原著里的故事底色其实是很传统也很细腻的宅院成长史。女主前世身为豪门贵女，爱的执拗却不得善终。重生之后，她从云端跌落，成为深宅里的小人物，在后院夹缝中求生。她一边守护家人，一边认清自我，不再盲目地扑向爱情，而是在一次次选择中学会为自己活着。与男主之间也不只是甜蜜的双向奔赴，而更像是2个人在乱世与家族风波中慢慢成为彼此的依靠与救赎。这种慢火细熬的格局，有一种很旧式的温柔。院墙高高，枝桠低低，所有的小情绪都在一扇扇门后悄悄酝酿。读者追文的时候，很多人是带着一点呼吸都不敢太重的心情，跟着女主一步一步往前走。而到了剧版《兰香如故》，在设定上做了不小的变动，从重生改成了更偏现实向的狸猫换太子式身世反转，故事线也从纯宅斗延展为更爽感、节奏更快的成长逆袭戏。这些改动的原因并不难理解。审查与现实语境，重生设定在部分古装项目中会相对敏感，改为错置身份的现实设定更容易讲清命运不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。平台与受众的期待，近几年观众对女主成长、逆风翻盘、主动改变命运的故事
有着很强的接受度。把传统宅斗戏拉成爽感成长线，可以让节奏更紧凑，情绪起伏更大。长剧集的结构需求，原著很多精彩之处在细节，在心理描写，但剧集要在几十集里不断抛出矛盾与冲突，势必要放大戏剧化，缩短铺垫，让人物更快地做出选择。理性地说，这些都是影视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手术刀。只是刀落何处，轻重如何，原著粉和剧粉的标准往往并不一样。在《兰香如故》刚开拍不久，网络上就流出原著作者公开表达不满、质疑改编尺度的消息。对于许多只看剧的观众来说，这或许是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，原著作者也可以这么硬气地说不。双引号。在 IP 改编已经高度产业化的今天，类似的矛盾并不少见。作者交出版权的那一刻起，作品就从一个人的孩子变成了整个团队的项目。但对作者而言，书里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转折，都是自己亲手雕刻出来的世界。当他发现角色被大幅度改名、改设定，故事重心偏离了他最在意的那条情感线，某些价值观表达与原著反着来，他的愤怒与失落其实很容易理解。那不是简单的我不满意，而更像是我怕读者认不出我写的人了。从读者的角度看，很多人也会感到被牵连。自己曾经深夜里捧着手机掉过的泪，暗暗记住的某个回眸，心照不宣的小暗号，忽然就要被推上大屏幕，以另一种模样亮相。那份担心，像是把写满回忆的日记本交给别人，用剪刀随意重编。但换个角度，站在剧方和编剧这边，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。他们必须在审查、市场、平台、档期、预算之间不断平衡。每一处改动都不是孤立的，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结构调整。在有限的篇幅和成本里，他们要做出够多观众愿意看的版本。所以，当原著作者公开手撕改编，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刺痛。那是文字背后情感的碰撞，也是工业流程与个人创作之间的撞击。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有不同立场下的难言之隐。很多人一听说改编大改，作者不满，本能反应就是完了，这剧要扑。但从过往经验来看，改编风波与成片好坏之间，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的因果关系。有的剧，原著党骂了一路，播出后凭借演员演绎和整体气质，硬是圈住了一大批只看剧的观众。也有的剧，在开机前被寄予厚望，结果播出后却因为节奏、价值观或者表演问题，悄无声息地沉在了日更列表里。在兰香如故身上，还有几个变量不能忽视。谭松韵从学生脸到当家主母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她给人的印象都是校园剧里的元气少女。但这一次，她要在同一部剧里走完丫鬟闺阁小姐当家主母的完整成长线。丫鬟时期的小心翼翼，眼底不敢放肆的光，重新拾起尊严时，举手投足间一点点显露出的锋芒。真正坐在钟馗之位后，那种既柔软又笃定的从容。如果他能把这条弧线演得层次分明，哪怕剧本有改动，人物本身也依然有机会长出新的生命力。刘学义，古装质感与角色深度。刘学义本身的古装氛围感很强，五官立体，身段清瘦，很适合诠释那种清冷却藏锋芒的权臣或世家公子。假如剧本给他的角色留有足够的灰度，既不是一味冷血，也不是标准化的好人模板，那么他与谭松韵之间的对手戏就可能形成一种棋逢对手的拉扯感，既是彼此的救赎，也是对彼此前路的考验。导演与镜头语言，哪怕剧本结构有妥协，镜头依旧可以悄悄补课。比如在园林里安排更多无对白的情绪镜头，
窗棂后的一抹身影，深夜独坐廊下的一杯凉茶。利用实景的深度和层次，拍出人物在院落中行走的空间感，让身势低微与心向高处在走路姿态里就能看见。这些都是剧组在后期创作中可以做的加分题。所以现在就给成片判死刑，未免也有些过早。更温柔的做法是把担心收好一点，留点空间给作品证明自己。回到最初那句，剧组如此大费周章新建了园林宅院实景，就是不知道改编后的剧能不能配得上这样的景致。双引号，这其实是在问，画框已经这么好看了，画会不会跟不上？双引号，如果我们把园林当作一个沉默的角色，那他在剧中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很多。见证女主的每一次抬头，出入深宅时，她也许总是低着头走过长廊，只敢从地砖的纹理猜测主人的性情。当她第一次鼓起勇气为自己或为家人据理力争时，她的背后是通向正厅的台阶，那是她第一次真正走向权力话语的空间。到了结局，若她能从院落这头望向那头，踱步稳健，眼神平静，那同样是人物成长的一种视觉呈现，承载人物之间的情感暗线。爱情不一定要用大段台词去表达，有时候只需要一场落雪夜，男主默默为她把通往偏院的小径扫干净。一棵树下，每年花开时他们的对话都在悄悄记录关系的变迁。分离前最后一次并肩，走过同一座石桥，却各自朝不同方向离去。如果这些细节做得足够温柔细腻，即便剧情在大框架上更爽文，观众依然能从景与人的互动中读到更细腻的那部分情感，对应人物命运的起伏。当家族遭逢巨变，往日灯火通明的正厅变得暗淡，杂草悄悄爬上台阶。当他重新掌握主动权时，院子被整理得焕然一新，连窗下摆的花盆都换成了他喜欢的品种。场景的变化其实就是命运纹理的可视化。这样一来，这座园林就不只是漂亮，而是真正参与了叙事。如果剧组愿意好好用这座新建实景说话，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稍微安心一点。哪怕改编与原著不尽相同，这段故事在镜头里仍然有机会长出自己的骨肉与温度。面对兰香如故，现在已经隐约能看到两拨人之间的情绪差异。原著党更在意答不答案。其实两种期待并不冲突，他们只是看待同一件事的角度不同。对原著党来说，书里的那座兰香园早就存在于心底。某个章节翻到第几页，某一句台词之后接着是怎样的表情，他们心里都有谱。任何改动都像是在自己心里那座园林里突然拆了某面墙，或者换了一棵树，自然难以淡然。对只看剧的观众来说，他们走进的是另一座刚刚建好的园林，他们没有原本应该怎样的坐标，只会单纯的感受这故事是否动人，这些人是否真实可爱，这些冲突是否自洽。也许最温柔的相处方式是，原著党可以把剧版当作一个平行世界，书里的兰香在那一边，剧里的兰香在这一边，彼此不必互相替代。剧粉则在讨论剧情时尽量避免对原著本身做过度简化或贬低，毕竟没有这本书，大家也不会坐在一起聊这部剧。当我们愿意承认我在乎的是这个，而你在乎的是那个，很多火药味其实就会悄悄散去。一部剧从立项到播出，要走过很长很长的一条路。剧本的改写，投资的平衡，演员档期的协调，细致到某一片瓦某一块砖的置景。而观众看到的不过是点开播放键后的45分钟。兰香如故的争议的确来得有点早，也有点猛。新建园林让人眼前一亮，改编风波又让人心里打鼓。我们一边被谈松韵，
刘学义的路透图勾起了好奇，一边又担心是不是会浪费了一次好机会。但或许最甜也最柔软的期待是，希望编剧在诸多妥协之间，仍能守住那一条最核心的情感线。希望导演与摄影能把这座新建园林拍成真正有记忆点的人物。希望演员们在角色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火花，让观众记住的不只是服装与妆造，还有那一眼眼真切的情绪。到那时，也许我们再回头看今天的这些争论，会发现它们就像是一场大雨落下之前的闷雷，吵吵闹闹，但终究是为了一场可能很美好也很真诚的故事做铺垫。而无论结果如何，那座专门为故事新建的园林，那些在廊下匆匆走过，在花树下轻声对话的身影，都会在某个观众的心里悄悄停留很久很久。这大概就是所有创作者、所有观众对一部剧最温柔的默契了。